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午夜时分，上百人目睹鬼娶亲，这事儿你敢相信吗？广州曾经有一个叫做长珠楼的酒楼，起先这个长珠楼也是个很小的酒馆，但是前后持续的经营了260多年，它也逐渐就成为了广州最负盛名的酒楼。那么好好的酒楼怎么就跟灵异事件沾上边了呢？这事儿还得从1985年10月9号那天晚上的一场婚宴说起。当时一对新婚的夫妇在长珠楼的3楼举办婚宴，也是点儿背赶上了停电了。不过这个停电当时是家常便饭，酒楼的工作人员呢，迅速就把安装在1楼底部的一个备用发电机给打开了。这个发电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了，突然就着起了火，烧着那个楼梯就从1楼迅速的烧到了3楼。因为这个酒楼当时上下楼梯只有一个木质的梯子，火势非常的猛烈，新娘一家呢全都被困在了3楼的一个包间里，同时呢还有几个宾客也没有办法逃生，场面是一度的混乱。当时应急消防系统非常的不完善，等到了20多辆消防车赶来之后，也没能把那场大火扑灭。新娘一家全部都烧死在长珠楼里了，而新郎跟他的父亲呢跳楼逃生了。虽说摔断了左腿，但是好歹也是活了下来。从那以后灵异事情就开始了。在头七那天晚上，半夜凌晨被烧过的主城楼门前呢，就突然响起了迎亲奏乐的声音，而街道两旁很多的住户都被吵醒了。这不少人壮着胆子起来查看，就看见长珠楼前面的马路上突然多了一支非常诡异的迎亲队伍。看上去呢，这些迎亲队伍的身影都是有些模糊，衣服呢穿的都是红色的，似乎像是古装一样。这支诡异的队伍一直走到长珠楼门前，然后呢安静了一阵子，忽然呢开始悲惨的哭泣起来，哭声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骇人，有老有少。目击者形容当时的气氛非常的诡异，阴风阵阵。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古怪的迎亲队伍才突然在原地凭空消失。据说当时的目击者超过100人，而且呢这怪事儿还没完呢。百日祭那天那更是惊心动魄在这场火灾中逃生的新郎还有很多的亲属朋友一起去长珠楼下烧纸祭祀。正当他们摆放好各种祭品，准备开始烧纸祭祀的时候，突然从当时失事的3楼呢掉下了一根拳头粗细的木棍，不偏不倚直接砸中了新郎的头部。要说这新郎也是命大没有被当场砸死。受伤之后，新郎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复原，而且在昏迷的状态当中就在那唠叨着说看见了一个红色烧焦的裙子在旁边飘着。这家里人以为这一定是被烧死的新娘前来索命，就找了玄学内的人士来看一下，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正好相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玄学内的人士说并不是新娘来找他索命，而是那些被烧死的冤魂来找他索命，而新娘呢在极力的保护新郎。从那以后长珠楼闹鬼的事情就传播开了。好了，故事来自网络，不足为信。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订阅关注，别忘了